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又来到了福寿街，因为我们上次拍了一集福寿街，然后呢，下面很多观众留言推荐了其他不同的店。那为了证明呢，这个你们的留言是有用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又统计了一下下面留言推荐的我们的遗珠之汉们，再来吃一次看看。好，我们就出发去尝鲜吧 ，Go！ 那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来到这家叫宵夜许，它也是蛮知名的一家，它这边东西非常的多。可能有20-30样，那我们就象征性的点了这个门面的4样，那我们就来帮大家开箱看看。我们先来吃一下这个凉面，那它也有泰式的，我们点的是一般的。然后它还有很多这个辣椒，你可以自己加。这家其实我当初住新庄有来吃过几次，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只有我会吃，有点忘记了。它这口凉面很神奇，它那个酱包里面有一种海鲜味。蛮好吃的，它味道比较相近那个早餐店卖的那种可口凉面。再来，我们吃这一碗卤肉饭，最能代表台湾的一道美食——卤肉饭，很古早，就是一定要在这种市场或者是什么的卖的卤肉饭才有这种味道，很好吃。这个古早味的卤肉饭，我也是非常喜欢。这个是很多网友推荐的这个红烧。我觉得这个红烧肉应该点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它很便宜吧。我看它这样子要70。如果是以排骨饭来说，应该是切了一整片排骨的感觉 ，CP 值应该是蛮高。而且它这个红烧还有分瘦肉跟3层都可以吃一些，这蛮好吃的，旧的那种市场吃得到的那种味道，它连那个酱都就是很不一样。再来吃这个炸豆腐，这炸豆腐也很好吃。就算豆腐没什么味道，可是它炸的外酥内嫩，然后有一点点那种。有点炸过了皮的味道，跟里面的豆腐都很香，就是在沾这个酱油，就是一整个就是可能是30年前以前的那种味道，就很古早味，跟你去一般市面上在卖的什么卤肉饭啊，就是它里面店内的小菜都不太一样。我觉得其实它跟我们的辣酱是加什么？而且这3个辣酱是看起来是不一样的。这辣酱油，另外那个应该是沾这个小菜，这个感觉是辣油吧？这个应该比较适合沾凉面。很香哎，这个辣椒很香，但是确实是有点呛。这个宵夜许真是蛮好吃的。比如说你要晚上想吃宵夜，这种店通常会这个。我是工作完来吃，很饿的话，我觉得这一套蛮像我会点。我可能还再点一个汤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些好吃的东西吃掉，然后再前往下一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家呢，在一个这个巷子里面，它这家叫66凉面，点了一个它的凉面。然后点了一个汤，跟他这家还有卖这个冷乌龙吧，可以马上吃的。那我们现在帮大家开箱一下它的这个凉面哦。那老板是建议我们用沾着吃，日式那个荞麦面的吃法。它这个吃起来比较像是应该要加个日式凉面，它跟台湾的那种就是用胡麻去用的不太一样，它这个就是有点像。海带葱花的那种味道，其实老实说蛮像在吃冷面，然后这个面不是荞麦面，但味道上跟一般台式凉面比起来蛮不一样的。就是台式凉面一般都是比较重那个麻酱香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呢就是暑假啊什么的天气热的时候特别好吃，就是它很清爽，然后没什么负担，就是下去就是凉凉的。老实说，它这个鸡丝就是你干吃起来，它是很有诚意，它的那个鸡肉味很浓。然后重点是它的那个鸡肉感觉煮的蛮有功法，就是吃起来呢不会柴，就是真的蛮好吃的鸡丝。这个腌萝卜它也是走比较清爽，就是微微的一点酸味，所以这个很适合夏天来吃。就当你热没什么胃口的时候，那萝卜酸酸的开胃，然后面凉凉的吃下去也蛮舒服的。再加上我们今天来这家店的时候，它是没有开冷气，不是吃这个的话，感觉可能有点顶不住。它的味噌汤也蛮清爽的，就是它味噌没有到很浓，你可以吃到一些豆腐啊、海带跟葱花跟蛋花的味道，我觉得配起来蛮不错的。这个很适合这种喜欢清淡味道口味的人来吃，就是夏天有没有没什么胃口就来吃一下这个。再我们来吃它这个冷乌龙面 ，OK， 它也有这个腌萝卜，好是一样的。我先喝喝看它的冷汤。它这汤底喝起来很像
蒸这只鸡的鸡汤。你看它汤匙上已经有点结那个，就是鸡油已经结成块。它那个汤味道蛮鲜的，没什么太多调味的那种味道，可是它会有一种鲜味。我觉得如果是猪骨汤，不会那么鲜，猪骨汤会比较浓郁一点。叉烧蛮特别，蛮好吃的。因为它这个叉烧它切的可能比较薄一点，就是入口蛮顺口的。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汤其实蛮鲜的。唯一可惜一点就是它这个面就是比较一般的乌龙，如果是那种蘸旗软软的，然后会吸汤的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它这个感觉就是有嚼劲，可是它不吸汤。它为你的面吃下去的时候，里面会有点比较没味道一点。这个推荐的人，他的口味一定是比较清淡的，尤其是他今天没开冷气，你知道吗？吃起来特别爽。你就把这个66凉面吃完，然后再前往下一家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接下来要帮大家开箱的是这个晴光北港香菇肉羹。那这家也是网友推荐的，就是点一个肉羹，然后再配他们的卤肉饭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来帮大家吃，又是这个肉霸本卤肉饭，这个是小卤30块。这个感觉比较这个现代一点，然后这个卤肉比较黏一点，味道上不错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宵夜许的卤肉饭，我比较喜欢古早味一点。OK， 再来是它的这个香菇肉羹，香菇肉羹汤60，先喝一口汤。OK， 汤非常的甜，然后蒜稠，应该是有加柴鱼跟醋吧。这感觉跟他隔壁那家有的拼，因为他隔壁有一家卖肉羹的，这家比较小间，有时候人比较多，我懒得排，我都去买隔壁的肉羹。他隔壁有一家那个24小时的那个肉羹，也是非常爽，非常甜。哇，这家的汤也是很过瘾，又酸又甜。肉羹一般般啊，他给了大概4块5块吧，分量上应该也是差不多了，大小我觉得也是蛮适合入口。汤能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酸甜感，就是混到那个肉跟肉里。OK， 这家晴光北港香菇肉羹开箱完毕，我们就把它吃完，然后再前往下一家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到了这家叫做福记，它是一家卖臭豆腐跟大肠面线的。然后这家是上次我们吃对面的，然后有人说，对面这家也很好吃，所以我们可以来试试看。来挑战我专家的这个权威，我们先来吃吃看这个臭豆腐最重要的泡菜。很脆，酸度也算蛮够的，让我这个在这个大热天走的这个没胃口的感觉稍微这个缓和了一下，这蛮开胃的这个泡菜，脆脆然后酸酸的，泡菜蛮不错的。再来吃这个臭豆腐，又酥又臭，可以耶。这家的臭豆腐蛮好吃的，没什么可以挑剔的。我不知道这是大份吗？小份。这是小份多少？50。那感觉也没什么问题啊，50，它这边至少有4块吧，也算蛮便宜的。我题外话插一下，上次你在那个极多的影片，你说1块60，大家都以为是指这个1块。这一块。对，所以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你的1块是什么意思。臭豆腐不是一个豆腐对角切4块吗？那怎么可能这一块60啊？那也太贵了吧！我帮那个网友问的。OK， 再我们吃看这个面线，味道蛮不错的，算是走比较低负担路线，就它的面线没有到太油太狗，然后蚵仔蛮新鲜的，吃得到那个蚵仔的味道，可是没有就是臭味。小可惜是它的这个肠子卤的那个味道不太够，肠子缺了一点卤汁味。这面线也蛮好吃的，那这面线多少钱？也是50。也是50。所以我比较怀疑的是，这家的人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多。这个口味感觉预期这家的人应该会满到爆啊！我看很多人都是外带，很少人是内用。哦，也有可能，因为它内用其实位置也不多啊。而且我觉得我们刚刚这样吃下来，其实我后来发现，其实大部分人好像这条街都是外带比内用多。哦，这条街确实蛮用餐环境，对，感觉不是很舒适，就是挤啊，然后有些店甚至连冷气都没有。这间我觉得很可以，我住这里的时候怎么都没有来吃过这间。那这家福记，那我们就这个吃完，然后再前往下一家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现在来到这家呢，叫做布丁主义。这家呢也是有留言，但是比较少。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刚好缺的这个完美的 ending 就是来吃一个甜点当 ending。那我点了一个这个粉圆豆花，40块，然后看起来蛮大一碗，粉圆感觉有点多。现在我们就来吃一下这个粉圆豆花。哎呦，不错，
那个口感蛮好的，软硬适中，然后这个糖好像也不会到太甜，有点甜但不会到太甜。豆花的那个豆味也蛮重，蛮好吃的。来这个炎炎夏日，最适合就是来一碗这个冰啊。因为那个留言都说它的主打是它的奶酪，我们员工点一个奶酪，偷它的一点点的奶酪来吃吃看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泡在水里还是怎样，它的奶酪味会比较淡一点，跟我一般在外面吃的那种奶酪不太一样。一般在外面吃到奶酪，它味道会，它奶味会再重一点。还是我的豆花好吃。它豆花的豆味也蛮重的。真的？那你对于我点的这个70块的刨冰怎么想？最好给我吃完。还好我不是点这个。超大一碗，超大一碗的，前面我都快吃不下了，结果我们来了一碗这么大碗的。那我们就把这个粉圆豆花吃完，然后就帮大家做个总结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那个福寿街第2度探店到这边告一段落。总结来说，福寿街经过我们第1次加第2次这样探下来，这里确实是整个卧虎藏龙啊，好吃的东西确实是蛮多。其实观众推荐的，老实说都有他推荐的道理。我以我个人的口味，我推荐大家。首先第一个是那间臭豆腐，那间臭豆腐 CP 值高，然后味道又好。面线还可以，跟我们第1次吃的那个太好吃，我觉得差不多。但是这家我觉得可以值得推荐给大家，如果爱吃臭豆腐的话，我觉得宵夜许那家也蛮对我的口味的，我觉得它的做工都蛮古早味，然后我蛮喜欢那个味道的，所以我觉得这2家是以我个人而言，我今天会推荐给大家2家店。那今天这个福寿街第2度探店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啊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你说泡下去，然后拉起来。对，然后5、6次，但是你要举到30公分。寿德老板的吃法。错了。人生勇敢向前行呢，人生勇敢向前行，勾动。